我自费辛苦跑项目，要求公司报销却被刁难，本应报销但付的5600，最后只到手500块。面对5100元的损失，我没有闹事，领导却嘲讽我：“你看，不闹事多好，年轻人要懂得吃亏。”我点头称是。2天后，公司一个价值1000万的项目需要紧急出差，任务工单发到我这里，我直接点了个不接收，财务主管直接急了：“上次的5100块，我马上给你补齐，你先把这次任务接了。”下午3点，我走进办公室，将一叠厚厚的发票小心翼翼地放在财务李主管的桌上。李主管拿起发票，用指尖快速翻阅。不上班？你新来的？李主管，我来公司1年了。哼，超标了。公司规定，普通员工出差住宿标准每天不得超过300。可当时情况紧急 ，S 市正在开大型展会，300以下的酒店全部满房。这一点我在出差前跟王总报备过，他同意了的。口头批准不算数，这是规矩。他当着我的面拿起那张住宿发票的复印件，撕成了2半，扔进了脚边的垃圾桶。我感觉血液在一点点变冷，争辩的话语堵在喉咙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因为我看见隔着财务办公室的玻璃墙，我的直属领导王总正坐在他宽大的老板椅里，悠闲地品着茶，没有一丝要介入的意思。李主管，这些都是为了项目顺利完成的必要开支，每一笔都有记录。你的记录没用，公司的规定有用。他终于停下手，拿起计算器噼里啪啦一通按，最后在报销单上写下了一个数字：审批金额500元。那3个黑色的数字像3把淬毒的匕首，狠狠扎进我的眼睛里。5600元，最后只剩下500元。李主管，这不合理！我要求跟王总当面对质。王总，不上班对报销金额有异议。小布啊，就按财务说的办。公司最近也不容易，大家都要有点奉献精神吗？我看着桌上那张薄薄的500元审批单，脑海里飞速计算着这笔钱对我生活的巨大冲击，也清晰地看到了公司这副无耻的嘴脸。我只是深吸了一口气，拿起笔，在那张屈辱的单据上签下了我的名字。李主管以为我彻底认怂了，脸上露出了一个胜利者才有的带着怜悯的笑容。王总似乎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他挂了电话，慢悠悠地从自己办公室走出来。你看，不闹事多好，年轻人要懂得吃亏是福。回到我的工位，整个部门的空气都有些异样。王总没有放过这个杀鸡儆猴的机会，他端着茶杯在办公室里踱步，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所有人都听见。你看不上班多听话，我一个眼神，事情就解决了。都学着点儿，别总想着跟公司算小账，格局要大。是。周围一片附和声，那些平日里称兄道弟的同事，此刻都成了王总的应声虫。下午茶时间，项目组的秘书张助理端着一杯咖啡，悄悄放在我的桌上。布哥，你这次真的吃了大亏了，王总他们太过分了，以后出差可得注意点，能让公司预支就千万别颠覆。啊，谢谢你，小张，我没事。我没有回应张助理的同情，我在做更重要的事，清点我的筹码。我的手指在公司的项目管理系统里快速调阅未来3天的项目排期。一个加粗标红的项目代号瞬间抓住了我的全部注意力。 A 计划，这是一个价值1000万的紧急项目，客户是业内巨头，合同里签了严苛的交付时限和高昂的违约金条款。而 A 计划的核心技术瓶颈在于一套我独立开发的加密算法，现场的设备调试和代码植入必须由我亲自完成。我是整个项目组乃至整个公司唯一一个能在48小时内远程或现场解决这套算法突发问题的人。我不上班，这个在王总眼里一个眼神就能搞定的好糊弄的年轻人，是 A 计划无可替代的心脏。接着，我仔细核对了公司的 OA 工单系统任务推送机制，紧急任务会优先指派给核心负责人，指定执行人一旦指派，系统将会锁定，除非执行人拒绝，否则无法转派。拒绝惩罚机制，拒绝紧急任务会在个人档案中记一次绩效警告。我看着那条绩效警告的说明笑了。对于一个价值1000万、失败了会让区域总监都可能被问责的项目来说，一次绩效警告的惩罚简直就是个笑话。我那声冰冷的笑不是认输，而是那一刻我彻底确认了2个残酷而清晰的事实。第一，这家公司我的领导会为了区区5100元毫不犹豫地碾碎一个核心员工的忠诚和尊严。第二，
我在这家公司的真实价值以及我手中握有的筹码，被他们严重的甚至是愚蠢的低估了。晚上办公室的人陆续走光，只剩下加班的零星几人。我没有急着回家，而是默默地将所有与 A 计划相关的非公司核心机密的个人工作笔记、调试日志和思路框架，分门别类地整理好。然后我写了一个简单的脚本程序，设定了一个定时邮件。一旦我决定按下那个按钮，这些资料会立刻发送到我的私人邮箱。这是为最坏的打算做的准备。如果公司选择鱼死网破，我需要这些证据来证明我的工作成果和专业能力，为我的下一份工作铺路。做完这一切，我起身去茶水间接水。路过王总的办公室，他正和客户在电话里谈笑风生，意气风发。是，那咱们就这么定了。快让我小心喝一杯。仿佛下午那5100块钱的胜利让他格外舒畅。我看着他肥硕的背影，心中平静地计算着5100元的现金损失，加上无价的人格羞辱，这个代价需要一个1000万级的项目和一位区域总监的前途才能勉强抵消。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叮的一声，李主管在群里特意套了我。部上班下午申请的500元报销款已到账，请查收。紧接着，他又艾特了所有人。请大家注意，所有报销务必严格遵守公司财务规定。部上班同事已经确认并接受了此次审批结果，希望大家引以为戒。他不仅要克扣我的钱，还要把我当成反面教材，在全公司面前公开处刑，彻底焊死我认怂的标签。群里一片寂静，没人敢说话。我看着手机屏幕，手指在键盘上轻轻敲击。几秒钟后，我的回复出现在群里，说道：“感谢公司体谅。”这7个字像一滴水落入滚烫的油锅，看似平静内敛，却蕴含着即将到来的猛烈暴力。张助理立刻给我发来私信，只有一个捂脸哭泣的表情。我没有回复，我的隐忍和顺从是为即将到来的风暴积蓄最强大的能量。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而这阵东风，我知道很快就会来。第二天下午4点半，距离下班还有1个小时，公司的工单系统突然爆发出尖锐的红色警报声，瞬间刺破了办公室里昏昏欲睡的平静。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到自己的电脑屏幕上，一个巨大的血红色的弹窗占据了屏幕中央。紧急任务 A 计划核心算法现场检测，指定执行人不上班利用。我的名字像聚光灯一样被打在所有人的屏幕上。王总的办公室门砰的一声被推开，他脸上带着压抑不住的兴奋和紧张，走向我的工位。不上班，看到没 ？A 计划提前启动了，客户那边炸了，必须马上飞过去。他的声音洪亮，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项目组的大群里消息也开始疯狂刷屏。不上班，马上接收工单，立刻！这是最高优先级的任务。整个部门的空气都凝固了。我平静地看着屏幕上的那个红色弹窗，在指定执行人不上班 Leo 的下方是2个巨大的散发着不同光芒的按钮，一个是绿色的接收，一个是红色的不接收。系统倒计时已经开始在不接收按钮上方跳动，60秒内未操作将自动推送至下一级。那跳动的数字不是时间，是王总的业绩，是公司的利润，是价值1200万项目失败的风险。我的手指悬停在屏幕上方，没有立刻落下。我在享受这一刻，享受这种将所有人的命运，包括那个刚刚羞辱过我的王总的命运，攥在自己指尖的感觉。不上班，还愣着干什么？快点啊！王总俯下身，几乎要贴到我的脸上。我能闻到他嘴里那股劣质茶叶和烟草混合的臭味。我微微偏过头，避开他的气息。然后在王总和所有同事的注视下，我的鼠标稳稳地移到了那个红色的按钮上。第一声轻响，我点下了不接收，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王总脸上的表情从催促到错愕，再到难以置信，最后凝固成一种暴怒前的铁青。您正在拒绝 SSS 级紧急任务，此操作将记录在案，并严重影响您的年度绩效考评，是否确定？我毫不犹豫再次按下了确定。下一秒，工单被系统自动弹回，然后以一种广播的形式被推送到了项目大群里所有人的工单系统里。系统提示音在办公室里此起彼伏地响起，工单的状态已经从指派给不上班变成了任务池待领取，而工单历史记录里第一条赫然写着一行刺眼的红字：执行人不上班已拒绝接收。整个办公室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我，仿佛在看一个疯子。几秒钟后，更戏剧性的一幕发生，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伴随着一条新的记录：执行人李伟已拒绝接收。紧接着，执行人陈静已拒绝接收。
执行人赵磊已拒绝接受。工单在任务池里像一个烫手的山芋，被飞快地传来传去。没有人是傻子。昨天我垫付5600元为公司冲锋陷阵，换来的是500元的羞辱和5100元的个人损失。今天这个需要立刻飞往外地，费用只高不低，风险只大不小的千万级项目，谁还敢拿自己的钱包去赌公司的良心？我的拒绝像一颗引爆的炸弹，炸开了公司虚伪的温情面纱，将血淋淋的现实摆在了每个人面前。王总的脸已经长成了猪肝色，他死死地瞪着我，额角的青筋一跳一跳的，他的手机疯狂震动起来，是项目组大群里艾特他的消息。他看了一眼手机，头像亮起一个愤怒的红点，他直接切换到私聊界面，给我发了一条信息：上班，你他妈疯了是不是？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马上给我把任务接了！他的文字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种气急败坏的咆哮。我拿起手机，慢条斯理地打字回复：王总，实在抱歉，您昨天教导我年轻人要懂得吃亏是福，我觉得您说的很有道理，我需要时间好好领会一下这个福到底是什么。而且这次出差费用肯定不低，目测又要垫付不少，我一个刚吃亏损失了5100元的人，实在承担不起第二次血本无归的风险。消息发送成功，王总那边对话框顶部长时间显示着对方正在输入，但最终什么也没发过来。他大概是气得连字都打不出来了，他猛地抬起头，冲着整个办公室大吼：有的人不要以为自己有点技术就了不起，故意捣乱，这个项目要是延误了，你们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他的声音在空旷的办公室里回荡，然而并没有人理会他的咆哮。那个红色的工单依旧在任务池里孤零零地挂着，每一次被拒绝的系统提示都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王总和公司管理层的脸上。我靠在椅背上，端起张助理送来的那杯已经凉透的咖啡，轻轻抿了一口，真苦，但我的心里却涌起了一阵前所未有的病态的快感。好戏才刚刚开场。仅仅过了5分钟，我的私人手机就疯狂地震动了起来，屏幕上跳动着一个陌生的号码，但我认识那个号码的归属地，公司财务部。我按下接听键，没有说话。上班吗？我是李慧。他第一次报上了自己的全名，而不是用财务部李主管这个头衔。是我李主管，有事吗？我的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深水，他显然被我这若无其事的态度噎了一下，停顿了2秒。他用一种施舍般的语气开门见山：昨天报销的事是我下面的人搞错了，那5100块钱我现在就给你申请补齐，财务流程我来做，保证今天下班前就打到你卡上。现在你把那个任务给我接了。我几乎能想象出他此刻的表情，一定是紧锁着眉头，一副我已经做出巨大让步，你该感恩戴德了的样子。李主管，谢谢您的体谅，但5100元是昨天的事，我的损失在昨天就已经发生了，现在我们谈的是今天的事。你什么意思？钱不给你了，你还想怎么样？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是在想，如果我今天接了这个1000万级的任务，又垫付了比如1万块钱，回来报销的时候，会不会又因为某个规定只批下来1000块？我的话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切开了他虚伪的失误说辞，直接戳中了问题的核心。信任已经被他们亲手用500块钱给砸碎了，现在想用5100块钱再粘起来，做梦。不上班，你不要得寸进尺。你一个小小技术员，别以为拿捏住一个项目就可以威胁公司高层。你搞错了，从头到尾都不是我在威胁公司，是公司用那张500元的审批单威胁了一个普通员工对公司的基本信任，是公司用年轻人要懂得吃亏这种话，威胁了一个尽职尽责的员工的职业尊严。现在我什么都没做，我只是拿回了本就属于我的选择接收或不接收的权利而已。你到底想要什么？我想要的您可能给不了，您还是向能做主的人汇报吧。说完，我没有给他任何反应时间，直接挂断了电话。我知道这通电话只是第一轮试探，李主管这个谨小慎微、只懂刻板执行的财务主管，他没有权利决定任何超出规则的事情。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个烂摊子，连同我的态度，原封不动地扔给他的上级，以及始作俑者王总。果然，电话挂断不到1分钟，我电脑右下角的公司内部通讯软件开始疯狂闪烁，全是王总发来的消息，从愤怒的质问到威胁要上报开除我，再到用职业前途来压我，我一条都没看，全部设置了免打扰。我享受着这份因我的专业能力而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掌控感。我端起水杯走到窗边，看着楼下车水马龙的街道，阳光很好，但照不进这间压抑的办公室。我默默在心里设定了我的谈判底线。这件事早已经不是那5100元的问题了，那是本金。我想要的是利息，是他们对我造成的精神损失和人格羞辱的补偿，是这次紧急出差我将要承担的风险和付出的超额劳动的溢价，更是要让他们为自己的傲慢和愚蠢付出10倍100倍的代价，让他们痛，让他们记住，不是每个年轻人都懂得吃亏。办公室的门被猛地撞开，王总像一头发怒的公牛，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他通红着眼睛，径直冲到我的隔间前，双手砰的一声撑在我的桌子上。不上班！你这是在玩火自焚！周围的同事吓得大气都不敢出，纷纷低下头，假装在忙自己的事，耳朵却都竖了起来。我依然稳稳地坐在我的椅子上，甚至没有抬头看他一眼。
目光依旧停留在我的电脑屏幕上，屏幕上是 A 计划的技术架构图。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现在立刻马上接受任务，否则你明天就给我卷铺盖滚蛋！我终于抬起了头，目光平静地直视着他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可以，王总，我完全尊重公司的任何决定。我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空白的 A 纸和一支笔，轻轻推到他面前。但是请您以书面形式给我出具一份正式的解雇通知书，上面必须清晰地注明解雇原因，就写因员工不上班，拒绝执行临时指派的紧急出差任务，公司决定予以开除。王总伸向那张纸的手在半空中僵住，他不是傻子，他知道以这种理由单方面辞退员工已经严重违反了劳动合同法。一旦我拿着这份通知书去申请劳动仲裁，公司不仅要支付高额的违法解雇赔偿金2N，还会面临劳动监察部门的调查。这盆脏水他不敢泼。看到他愣住，我知道威胁这招已经失效了。他的脸色变了变，强行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语气也软了下来，开始打感情牌。他试图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故技重施他那套油腻的怀柔策略。我身体微微一侧，躲开了他的手。我再次从抽屉里拿出了另一个文件袋，黄色的牛皮纸袋看起来有些分量。我将它轻轻地推到桌子中央，推到他那只悬在半空无处安放的手下面。王总，在我来找您之前，我已经咨询过律师了。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一颗冰冷的钉子敲进王总的心里。贵公司以发票不合规为由，恶意克扣拒不报销员工因公产生的必要开支，涉嫌职场欺诈，同时变相占用员工个人资金，超过法定时限。王总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额头上开始渗出细密的汗珠。他死死地盯着那个文件袋，仿佛那里面装着一条会咬人的毒蛇。他意识到我不是在情绪化的赌气，我是有备而来的。我没有理会他惊疑不定的目光，继续用平稳的语调给他施加最后的压力。这个文件袋里是我这次出差所有不合规开销的必要性物品，包括您之前口头同意我费用实报实销的电话录音片段，另外还有我从公司内部系统里整理出的近半年来其他同事申请类似超标费用，并最终得到您和公司批准的数十个案例记录。王总，您看公司不是没有这个特批的先例，只是这个特批的权利没有用在我身上而已。王总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起来，他明白了，我手里的不是简单的证据，而是能证明他滥用职权双重标准管理混乱的铁证。一旦这些东西捅出去，别说一个千万项目，他这个区域总监的位置都可能坐不稳。他猛地伸手试图抢夺那个文件袋，我手腕一收，快他一步将文件袋拿了回来，重新放回了抽屉里，并咔嗒一声锁上。我的目光变得锐利起来，直刺他的眼睛。王总，这是我的底牌，也是我的保险，我不想用它，我们只谈任务工单。王总终于失控了，他发出一声压抑不住的咆哮，一拳砸在我的隔板上，但他没敢再对我做什么。他像一头困兽，在原地转了2圈，然后指着我：“给我等着！”他扔下这句毫无威慑力的狠话，狼狈地逃回了自己办公室。我看着电脑屏幕上那个红色的工单，推送被拒绝的次数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0次，每一次拒绝的系统提示都像一声丧钟，为这个千万项目，也为王总的职业生涯沉重的敲响。我知道王总这条线已经崩了，接下来该轮到真正能拍板的人出场。10分钟后，我的手机再次响起，这次是一个显示为公司 VIP 办公室的座机号码。我调整了一下呼吸，按下了接听键。不上班吗？我是陈总。我听说了报销的事情，也听说了工单的事情。你是一个很优秀的员工，你的技术能力公司非常认可。但是，你现在正在做出的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他试图先肯定我，再否定我的行为，这是管理者常用的谈话技巧，可惜对我没用。陈总，我不同意您的看法。我的决定是基于公司以往对待员工投入和风险的态度做出的最理性的选择。真正错误的决定是由那张500元的审批单做出的。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陈总大概没想到我会如此直接的把球踢回去。好，我承认这次的报销处理是王总和财务部门的重大失误，公司向你道歉。那5100元，我马上让财务转给你。你现在接下任务，完成之后，我再以个人名义给你申请一个季度优秀员工的特别奖金1万块，怎么样？不得不说，陈总比王总段位高多了。他知道用钱解决问题，也知道用荣誉来安抚人心。如果是昨天，我可能会感激涕零的接受，但现在晚了。陈总，我的损失不只是那5100元，它包括我为了垫付这笔钱而损失的资金机会成本，包括我因为被无端克扣和当众羞辱而造成的巨大心理损失，更包括我如果现在接下这个任务，将要独自面对的未知的垫付风险和巨大的工作压力。这些不是1万块钱的奖金可以衡量的。那你想要什么？我知道真正的谈判现在才开始。我抛出了我早已准备好的条件，清晰明确，不容讨价还价。第一，立刻马上将我被克扣的5100元本金转入我的个人账户。
第二，额外支付我一笔5万元人民币的特殊人才风险保障金，作为此次事件对我造成的精神损失和信任损伤的补偿，也作为我本次紧急出差的风险预付金。第三，出具一份由您陈总亲自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的书面承诺函，承诺未来我在职期间所有因公产生的必要垫付费用都享有特事特办、优先审批、全额报销的权利。这份承诺函需要即刻以邮件形式发送给我，纸质版在我出差回来后交给我。电话那头是死一般的寂静，我甚至能听到陈总因为震惊而停滞的呼吸声。5万元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了他的心理预期，这已经不是解决问题的成本了，这更像是一笔敲诈勒索。我知道他会这么想，但我不在乎，这是他的公司为他们的傲慢和愚蠢必须支付的学费。不上班，你这是在敲诈。陈总，您可以这么理解，但您换个角度想，一个价值1000万的项目，一份能让贵公司免于巨额违约金的合同，以及您和王总的职业声誉，难道不值这群钱吗？工单系统里的任务有效响应时间还剩下最后30分钟，如果30分钟内我看不到包含这3项条款的补偿协议邮件和2笔款项的转账截图，我将默认公司已经放弃了这个项目，也放弃了我。你在威胁我？不，陈总，我是在给您，也是给我自己一个解决问题的最后的机会。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就算这次我们妥协了，你以后在这家公司也别想再有任何晋升的机会。陈总，一个为了5000块钱就能随意践踏员工尊严的公司，一个需要员工用自残式的方式才能换来所谓公平的公司，对我来说本就没有前途可言。电话那头再次陷入了僵持。我知道陈总正在天人交战，他的理智告诉他，我是公司目前唯一的选择，时间就是金钱。但一个高层管理者被人如此拿捏的屈辱感，让他无法轻易低头。我不再说话，给了他足够的思考和挣扎的时间。我慢悠悠地站起身，走到茶水间，给自己接了一杯温水，把巨大的决策压力像一座山一样，全部留给了电话那头的陈总。这杯水是敬我的理智，也是敬我即将到来的昂贵的胜利。谈判桌上的僵持，在现实世界里正以一种加速的方式演变成一场全面的危机。王总在他的办公室里像一只无头苍蝇疯狂地打着电话，他联系了项目组里另外几个勉强能接触到 A 计划后端技术的员工，许以重力试图让他们去接替我的工作。然而他得到的回复无一例外全是委婉的拒绝。陈总，对不起，那个算法的核心逻辑我不太熟，怕搞砸了。陈总，我家里孩子今天发烧了，实在走不开。没人是傻子，我的前车之鉴就摆在那里，血淋淋的，谁也不愿意成为下一个不上班，更何况他们心里都清楚，那套加密算法离了我他们根本玩不转，强行接单等于主动去背一个价值1000万的黑锅。与此同时，陈总那边也收到了一个更坏的消息，此时的客户方已经等得不耐烦了，项目经理的催促电话一个接一个的打进了陈总的手机，客户的语气从一开始的询问变成了质问，最后直接发出了警告，如果今天午夜之前他们的技术人员还不能到达现场展开工作，他们将单方面认定我方违约，并正式启动合同中的巨额违约金索赔条款。那笔违约金的数字足以让公司今年的财报变得惨不忍睹。消息传回公司内部，彻底乱成一锅粥。李主管急得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乱转，他甚至找到了我的好友张助理，试图让他来当说客。小张，你跟我们上班关系好，你快去劝劝他，让他别闹了，公司不会亏待他的。李主管，我觉得毕凡哥做的没错，是公司先对不起他，现在他只是在拿回自己应得的，我支持他。王总的办公室里，一个茶杯被他狠狠地砸在了地上，摔得粉碎。他终于意识到，他当初为了节省那5100块钱的抠门决定，现在正在让他付出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惨痛代价。他让法务部门的负责人紧急起草我提出的那份补偿协议，但他仍在做最后的挣扎。协议可以签，5100的本金可以立刻付，但是那5万块的补偿金改成5000。另外，书面承诺里删掉陈总亲自签字这一条，只改公司公章。我工位上的电脑连接着公司的内部通讯系统，通过一些非正常的技术手段，我能看到法务部与陈总之间的部分沟通记录。看到他还在讨价还价，我嘴边泛起一丝冷笑。不见棺材不落泪。我拿起手机给陈总发了一条短信：王总，友情提醒，我需要的是一份一字不差的协议和2笔分文不少的转账。我的耐心和项目的生命都只剩下最后10分钟。这条短信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陈总看着手机屏幕，额头上的青筋暴起。他知道他已经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了，时间比那5万块钱重要的多。如果项目黄了，他这个副总裁也要向总部最高层写一份深刻的检讨，甚至可能影响他未来的职业生涯。
按他说的办，所有条款一字不差。财务立刻给我准备转账，马上！整个项目组此刻都陷入了一种诡异的静默，所有人都盯着自己的屏幕，看着那个倒计时从10分钟一点点走向归零。他们在等待，等待我的最终指令，也等待着这场风暴的最终结局。倒计时还剩下1分钟的时候，我的邮箱收到了一封新邮件，发件人陈总，附件1，关于不上班男士特殊人才保障及费用审批的承诺函，附件2，转账凭证截图。紧接着，我的手机连续震动了2下，2条银行的入账短信安静地躺在了我的通知栏里。您的储蓄卡账户入账人民币55100.00元。我看着那串数字，嘴角的笑意终于变得真实而温暖。我点开邮件，像一个最严谨的审计师，逐字逐句地核对着那份 PDF 格式的承诺函。补齐5100元本金已到账，5万元风险补偿金已到账，未来所有出差费用特事特办优先审批。承诺函的末尾是陈总龙飞凤舞的电子签名和那个鲜红的有些刺眼的公司公章。我看着银行短信提示的那2笔入账，总金额55100元。这笔钱不仅仅是金钱，它是我用我的智慧、冷静和无可替代的专业能力为我的尊严和价值赢回来的勋章。我将承诺函和转账截图都保存到了我的私人云盘，然后将承诺函打印了出来。我来到王总的办公室，他正失魂落魄地坐在椅子上看到我，眼神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愤怒、屈辱，还有一丝恐惧。我没有说话，只是将打印好的承诺函和一支笔放在了他的桌上。他看了一眼，明白了我的意思，这是让他亲眼见证我的胜利。他拿起笔，手抖得不成样子。在那份已经有陈总签名的文件上，作为我的直属领导也签下了他的名字。李主管也被叫了过来，面如死灰地签了字。我当着他们的面将这份汇集了3位仇人签名的协议用手机清晰地拍了照保存。做完这一切，我才慢悠悠地回到自己的工位。电脑屏幕上那个血红色的工单倒计时只剩下最后3秒，3、2、1，整个公司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在倒计时归零的最后一刹那，我移动鼠标点下了那个绿色的接收任务按钮，系统发出一声清脆的确认音。同事们用各种刷屏和表情包宣泄着刚刚那份令人窒息的紧张感。只有2个头像是灰色的一言不发王总和李主管。我没有立刻起身收拾东西，胜利者有权制定接下来的游戏规则。我拿起桌上的内线电话，直接拨给了财务部的李主管。电话几乎是秒接。你不上班，不工程师，你有什么吩咐？李主管，我刚接了 A 计划的任务，需要立刻出发。根据我刚刚收到的由陈总亲自审批的承诺函，我的出差待遇享有优先审批权。郑先生，您说需要什么？我马上给您安排。我需要公司立刻为我预定今晚飞往 S 市的最快一班航班的头等舱，另外帮我预定 S 市市区最顶级的5星级酒店行政套房，确保有24小时的客房送餐服务。电话那头，李主管倒吸了一口凉气，但他一句话也不敢反驳。好的，不勾，我马上就去办，立刻办。记住，是立刻。我需要在我下楼打到车之前就收到所有的预定确认信息，这是我的优先审批待遇，希望李主管能准确理解。挂断电话，我望向王总那间独立的办公室，他正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背对着外面，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充满了萧瑟和颓败。我知道这一刻，他作为领导的权威和我与生俱来的尊严，我们之间的位置已经彻底调换。头等舱的座椅柔软的像是要把人陷进去，空姐用甜美的声音询问我需要喝点什么，我点了一杯香槟。金色的气泡在杯中欢快地升腾向我此刻的心情。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王总发来的微信消息。他的语气从之前的傲慢无礼变成了一种公事公办，甚至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卑微。我没有回复，他不配。飞机落地 S 市已经是深夜，公司预定的专车早已在出口等候。我没有直接去酒店，而是让司机直接开往客户公司的项目现场。当我拖着行李箱出现在灯火通明的机房时，客户方的项目经理和技术团队都惊呆了。布先生，你们公司不是说最快也要明天早上才能到吗？情况紧急，能早1分钟就解决1分钟的问题。现场的情况比我在公司系统里看到的资料还要复杂和棘手。问题不仅仅是简单的设备兼容性冲突，而是出在核心代码的一个底层数据接口上，导致整个系统的数据流都陷入了紊乱。客户的技术团队已经熬了整整1个通宵都束手无策。我放下行李，打开我的笔记本电脑，接入系统，没有多余的寒暄，没有抱怨和推诿，我立刻进入了工作状态，分析数据流，排查代码，定位 bug， 重写接口协议。我的大脑像一台高速运转的精密仪器，手指在键盘上敲击出的代码就是解决问题的唯一语言。6个小时，在我到达现场仅6个小时之后，当天边泛起第一抹鱼肚白的时候，我敲下了最后一个回车键。好了，系统重启一下，数据流应该就恢复正常了。机房里所有人都紧张地盯着巨大的监控屏幕。随着系统重启，之前满屏的红色报错代码瞬间消失，
取而代替的是一条条平稳流动的绿色数据流。通了，通了，恢复了！客户经理激动地握住我的手，连声道谢。顾先生，您真是太厉害了，简直是力挽狂澜。我们这边几十个技术专家搞了2天都没头绪，您几个小时就解决了。我只是淡淡的笑了笑。第二天，客户方 CEO 亲自给我所在公司的陈总发去了一封感谢邮件，邮件里对我极高的专业素养、冷静的危机处理能力和敬业精神给予了最高度的赞扬，并特别点名，希望在后续的2期合作中继续由我来担任技术总负责人。这封邮件被陈总以喜报的形式抄送给了公司所有高层和 A 计划项目组全体成员。陈总在邮件末尾用极尽华丽的辞藻，称赞我临危不乱，勇于担当，以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是公司所有员工学习的楷模。他巧妙地用我的功掩盖了他们自己管理失误造成的过。我看着这封邮件，直接回复了陈总一人。陈总谬赞了，我只是在履行我的工作职责，并确保了公司为我的专业价值和所承担的风险支付了合理的费用和应有的尊重。我想这也是我们协议的一部分。出差的后续几天，我过得无比惬意。工作完成后，我并没有立刻返回，我利用新获得的特权，以需要对系统进行后续观察和优化为由，在 S 市多待了2天。李主管那边对我提交的所有消费发票，包括超标的5星级酒店餐饮专车服务，甚至是我买的一套昂贵的专业书籍，全都打开绿灯，第一时间就完成了报销。我故意将酒店行政酒廊的下午茶照片发在了项目群里，配文 S 市天气不错。群里一片羡慕嫉妒恨的表情包，同事们纷纷侧面打探我的战绩，气氛变得微妙而复杂。我没有理会这些，而是利用这2天的时间，以技术交流的名义和客户方的技术高管建立起了不错的私人联系。我为自己的未来铺下了另一条更宽阔的道路。当我带着胜利者的姿态重新踏入公司办公室时，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同事们看我的眼神从同情和看热闹变成了敬畏和探究，他们都刻意与我保持着距离，仿佛我身上带着某种强大的不可轻易触碰的气场。我知道从今天起，我再也不是那个可以被他们随意拿捏欺压的职场新人不上班了。我是一个敢于挑战规则并最终获胜的沉默的猎人。我的归来像一块石头投入了死水，公司内部的连锁反应正式开始。项目虽然成功挽救，但那惊心动魄的48小时像一个巨大的警钟，敲醒了最高管理层。陈总亲自主持召开了高层复盘会议，会议的主题不是表彰，而是追责。他严厉地批评了此次报销事件所暴露出的公司在财务管理和人事管理上的巨大漏洞和官僚作风。为了区区几千块钱，差点让公司损失上千万的合同和信誉，这是我职业生涯里见过的最愚蠢、最短视的管理决策。最终的处理结果很快就下来了。财务主管李慧英严重违反公司财务审批流程，缺乏服务意识，擅自撕毁员工报销凭证，对公司造成恶劣影响，被记大过一次，降职为普通会计，并扣除全年绩效奖金。那个曾经高高在上，用规定2字就能决定我1个月生计的女人，一夜之间跌落神坛。而王总作为此次事件的直接导火索和核心责任人，处理结果更为严重。他虽然保住了区域总监的头衔，但手中的实权几乎被全部架空，所有核心项目的审批权都被上收到了陈总那里。同时，他被取消了本年度所有的评优和晋升资格，年终奖金清零。这对于一个把权力和金钱看得比什么都重的油腻中年男人来说，无异于一种精神上的阉割。公司内部关于我的故事开始以一种传奇的形式流传，版本有很多，但核心都一样。一个沉默寡言的技术大牛被逼到绝境后，用自己的专业能力作为武器依挨，上演了一场教科书级别的职场反杀。我成了很多人心目中的职场英雄，一个敢于对不公说不的符号，而我则开始心安理得地享用我胜利的果实。我以特批报销的权限，将上次 S 市出差的所有开支事无巨细地整理成单据提交了上去。新的财务主管看到我那张5星级酒店行政套房的发票，眼皮跳了跳，但看到附件里那份有陈总和王总共同签字的承诺函，他一句话都没敢说，乖乖地盖章全额批准金钱和权利。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粗暴。与此同时，我开始在几个主流的招聘网站上悄悄更新了我的简历。A 计划的成功让我在业内的身价水涨船高。很快，数家顶尖猎头公司的电话就打爆了我的手机。一天下午，李慧在茶水间堵住了我，她看起来憔悴不堪，短短几天像是老了10岁，眼里的精明和刻薄荡然无存，只剩下灰败和乞求。不上班庄工，你看这次的事情我真的知道错了，你能不能帮我跟陈总求求情？我家里还有孩子要养，不能没有这份工作。我看着他，想起了那天他撕碎我发票时那副冷漠而轻蔑的嘴脸。我没有说话，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便利贴，在上面写了3个数字500。我把纸条递给他，他不解地看着我，
这是你当初给我定的规矩，现在你自己遵守吧。他的脸瞬间血色尽失。王总也试图给我穿小鞋，他在一些无关紧要的日常工作上故意刁难我，鸡蛋里挑骨头。但我所有的工作都严格按照最规范的流程执行。邮件抄送事事留痕，他像一拳打在棉花上，找不到任何可以攻击我的破绽，最后只能悻悻作罢。我像一个局外人，冷眼旁观着他们的丑态和挣扎。对这家公司的反击和利用已经全部完成，是时候准备我的下一站了。在离职前，我做了一件最后的事，我花了一个周末写了一份长达30页的关于优化公司核心人才激励与风险颠覆管理的报告，从一个技术人员和亲历者的角度，详细阐述了信任成本、激励机制和人性化管理的重要性。报告的最后一页，我只写了一句话：任何时候，一个企业对核心人才信任的价值都远高于短期节省下来的任何成本。我将这份报告匿名发送到了公司最高层 CEO 的邮箱里，至于他们看不看，看懂了又会怎么做，已经与我无关了。我只为我自己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年终奖发放到账的第2天，我向公司正式提交了辞职申请，一封言辞恳切但态度坚决的辞职信，通过 OA 系统送到了王总和人事部的邮箱。消息像一颗深水炸弹，再次在公司内部引爆。王总几乎是第一时间就从他的办公室里冲了出来，脸上带着惊慌和难以置信。不上班，你要辞职？为什么？公司哪里对不起你？他堵在我的工位前，声音都变了调。如果是在几个月前，我可能会被他这副痛心疾首的样子迷惑，但现在我只觉得可笑。他哪里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走，他只是怕我走了 ，A 计划后续的维护和升级会变成一个无人能接的烂摊子，到时候他连这最后一点总监的体面都保不住。他不顾我的冷淡，开始苦苦哀求。是不是对薪水不满意？我可以跟陈总申请，给你加双倍，只要你留下来，一切都好商量。我摇了摇头，没有再理会他。半小时后，陈总的内线电话打了过来，约我到他的办公室面谈。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这位副总裁的办公室，他没有坐在那张象征权力的大板桌后，而是让我坐在了待客的沙发上，亲自给我倒了一杯茶。不上班，你的辞职信我看了，我知道之前的事情是公司亏欠了你，我代表公司再次向你郑重道歉。他开出了一个我无法拒绝的挽留条件，只要你留下，我立刻任命你为技术部的副总监，薪水在现有基础上上浮50%，后续所有核心项目都由你来主导，直接向我汇报。王总那边你不用再管。升职、加薪、扩权，任何一个职场人梦寐以求的东西，他都摆在了我的面前。我看着他，忽然笑了。陈总，谢谢您的器重。我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了另一份文件，是国内一家顶尖互联网公司给我的 offer。我将它推到陈总面前，薪水比您开出的条件还要再高出40%。更重要的是，他们能给我一个更纯粹、更能发挥我专业能力的环境。陈总看着那份 offer， 目光一致。我收回文件，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陈总，您知道吗？当初那55100元只能弥补我的金钱损失和心理创伤，但有一种东西是再多钱也弥补不了的，那就是在你们眼里，我对公司的信任和忠诚原来只值500块钱。这个价值一旦被定义，就再也回不去了。”我告诉他，我不是在赌气，也不是在待价而沽，我只是在清醒地为我的价值寻找一个真正匹配的环境。陈总沉默了，他终于明白我离开的决心无可动摇。接下来的1个月，我开始了交接工作，我没有留下任何烂摊子，也没有藏私。我将 A 计划所有的技术文档、代码注释、运维手册整理得清清楚楚，并对新接手的同事进行了毫无保留的培训。我用最职业的素养完成了在这家公司的最后一段旅程。离职那天是个晴朗的周五，我收拾好我为数不多的私人物品，抱着一个纸箱走出办公室。许多曾经和我并肩作战的同事都来为我送行。布哥，你是我见过最酷的职场人，谢谢你，是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只能忍气吞声。我笑着拍了拍他的背，我平静地走过长长的办公区，走向电梯。在走廊的尽头，我看到了2个人，王总和李慧，他们远远地看着我，脸上写满了复杂到难以言状的情绪，有悔恨，有不甘，或许还有一丝丝的恐惧，害怕我的离开会成为他们职业生涯滑落的开端。我没有向他们点头，也没有任何表示，我们之间早已无话可说。叮的一声，电梯门开了，我抱着纸箱走了进去。随着电梯门缓缓关上，这个我曾经奋斗屈辱反击征服的地方被彻底隔绝在我的世界之外。我拿出手机，打开通讯录，将所有与这家公司相关的人，包括陈总，全部删除。然后我拨通了一个新的号码。您好，是某某公司人事部吗？我是不上班。是的，我确认下周1准时入职。电话那头传来热情而欢迎的声音。我挂断电话，看着电梯镜面里映出的自己，目光沉静，
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一个全新的篇章正在我面前缓缓展开。我在新公司的生活顺利的超乎想象，更高的职位、更广阔的平台，以及最重要的一个从上到下都尊重技术、尊重人才的环境。我再也没有遇到过报销被卡的窘境，每一次因公垫付，财务部门都会在24小时内主动处理完毕，甚至会善意的提醒我哪些福利津贴还没有申请。在这里，我的专业能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我主导的几个项目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公司创造了远超我薪水的价值。3个月后的一天，我接到了张助理的微信，他告诉我，我离开后，我原来的公司那摊子我交接出去的 A 计划还是出事了。由于客户提出了新的需求，需要对底层算法进行一次重大升级，接替我的那位同事技术能力和经验都严重不足，在修改代码时引发了系统底层的崩溃，导致客户的业务停摆了整整1天，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客户彻底失去了信心，不仅终止了后续所有的合作，还把我的前公司告上了法庭，索赔的金额是当初我那个项目的10倍。王总因为这次重大的管理和技术事故被直接免职，调离了核心管理岗位，成了一个没有实权的闲散顾问。李慧听说也在不久后因为公司架构调整，被动的被优化提前内退了。那家曾经让我感到窒息的公司，因为他们的短视和吝啬，终于开始品尝自己种下的苦果。他们为了节省几千块钱的成本，最终付出的是数千万的客户合同，是核心人才的流失，是整个公司信誉的崩塌。张助理在微信的最后发来一句话：不哥，大家都在说当初那500块钱是公司历史上最昂贵的一笔报销。我看着这条消息，心中没有一丝波澜，我只是庆幸我离开的足够及时，足够决绝。晚上我检查我的银行账户，看到了那笔依然安静躺在里面的55100元，我没有动用这笔钱，它像一个纪念碑，时刻提醒着我那段不平凡的经历。那不仅仅是一笔补偿金，它是一个觉醒的证明，是一个正直的员工在被逼到墙角后，用智慧和勇气为自己赢回的尊严。我在我的私人博客上用匿名账号写下了这次经历的最后一个注脚：永远不要让你的善良和专业在职场上成为你被剥削和压榨的理由。你的每一次隐忍和付出都必须有一个公平合理的对价机制，当这个机制失效时，你要有掀翻桌子的勇气和重新制定规则的底气，因为你的价值应该由你自己来定义，而不是一张500元的报销单。我的故事后来在职场的圈子里以各种版本流传着，成为了一个拒绝职场 PUA 精准反击的经典案例。而我早已把过去抛在身后，大步流星地走向了属于我自己的更广阔的星辰大海。